蓝胖子体重将近250斤，但大熊却可以徒手扛起他，还能不弯腰，力气这么大，为何还总在胖虎面前装柔弱？陆母表示看不懂啊，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是最好的。看着客人家温柔的哥哥，老妈直呼大熊就知道惹事。大熊觉得老妈这是无情无耻、无理取闹，有本事咋不给我也生个弟弟呢？正当他控诉的起劲儿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。大熊小时候曾被人带着穿过漆黑的隧道，而这个绑架他的人就是大熊自己。于是绑架小大熊的计划开始了。大熊一看到小大熊，拎起来就要直接带走。小大熊哪见过这阵仗，开口就是狸猫吃人啦！蓝胖子莫名躺枪，结果小大熊哭得更厉害了。狸猫它居然还会说话！大熊情急之下心生一计，成功带走了小大熊。果然没有什么事是一根棒棒糖解决不了的。这时老妈正在为找不到钱包而发愁，电视的内容还正巧是年纪大了记性会变差，去问问大熊吧。正巧看到大熊和蓝胖子在陪小大熊玩，越看小大熊越眼熟，但就是想不起来这是谁。大熊这面也渐入佳境，觉得自己离成为一个好哥哥就仅差个弟弟了。小大熊也是个不省心的，非要跑出去玩，结果一出门就是平地摔，还差点被泥头车碾过去。看来大熊从小就是倒霉体质。散步途中，小大熊一看到零食就走不动路了。大熊嘴上说着要给他买，付账时别提多肉疼了。看来当哥哥不仅要温柔，还得有钱啊！一转眼的功夫，小大熊又不见了，找到时早已爬到水泥管上，而且还打算来个信仰之跃。蓝胖子和大熊成了小大熊的垫脚石，被砸得不省人事。看到大熊领这个不认识的小孩，胖虎等人瞬间八卦心爆棚。大熊刚要说这是他的弟弟，就被一个250斤的胖子堵住了嘴，辩解说是亲戚家的孩子。谁知小大熊也长着一张管不住的嘴，管胖虎叫大猩猩，还给他投喂零食。胖虎不仅没生气，还真的演起大猩猩来。大熊看了心痒痒，也想给胖虎来波投食，却被反向投喂了一个大拳头。一片薄薄的薯片换来这么大一个包，大熊你不亏。回到家，老妈看着孩子，总感觉在哪里见过。蓝胖子惊了，老妈你咋连自己的孩子都忘了呢？老妈傻眼了，给了自己一拳，还是没想明白怎么能有2个大熊呢？可小大熊一口一个哥哥，喊着大熊，老妈石化了。可家里的成员不是只有大熊、爸爸和自己吗？老妈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跟老爸确认，听到老爸说咱们是4家之口后，老妈当场晕倒了。没想到老爸所说的第4人竟是蓝胖子。大熊一觉醒来，发现屋内到处都是小大熊的鬼画符，瞬间胖虎上身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批评。小大熊被吓得哭着就要去找妈妈，可老妈此时还在晕着呢。看到小大熊伤心的样子，老妈终于承认了这个孩子。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，大熊觉得还是当独生子更香，于是小大熊被送了回去。临走前，小大熊送了一幅画给大熊，画上是大熊、小大熊和蓝胖子。虽然画得很抽象，但这是小孩子最美好的祝福。晚饭时间，看着多了一副的碗筷，老爸有些疑惑，老妈却直接开启满级咆哮。这下轮到老爸傻眼了，我什么时候喜当爹了呢？那么小伙伴们是否也曾经经历过神秘事件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伙伴们放过风筝吗？大熊虽然学习不行，但放风筝贼行，直接一发入魂，干到了云层之上，却不知此风筝是小夫之物，结果悲剧了。线段风筝丢，而且还发生了诡异之事，风筝飞进了云里。大熊想赔风筝了事，先不说小夫的风筝是法国货，对大熊玩坏他人之物之事就人神共愤，小夫更是猛男哭泣。减肥的蓝胖子马上就要接到100大关，就被大熊破了局。就算减肥再重要，还是要先顾着家中宝。听说仅仅是弄丢了风筝，但解决方案就是让大熊去云里找。可有蓝胖子在，这都不算事儿，只要用这个球就可以解决。大熊的智商显然不懂，但只能照做。首先需要准备1桶水，然后再将球扔到水里，球就会浮起来。这里就是问题的所在，为什么球不沉而是浮呢？那么小伙伴们有人知道吗？学渣大熊的答案是这样的，因为球比水轻啊。那么人要如何比空气轻呢？这就要吃飘飘药丸，只要吃了它，身体内就会产生一种比空气还轻的气体，只需再像鸟儿般扇动双臂，就可以练就铁头功了。另一面的小夫还在伤心，知心好友胖虎更是要带小夫出气。远远看到惹小夫伤心之人，胖虎就是一招庐山升龙霸，大熊两人原地飞升，让胖虎这一拳伤害增倍返还。胖虎叫嚣：有种你下来呀！大熊还真就下来了。大熊这么听话，
胖虎却抡起砂锅大的拳头，看着胖虎将自己一波送走，大雄决定出发寻找风筝。此时静香膀胱一扫，发现了大雄掉落的药丸。大雄两人飘得正嗨，就被一阵风吹成了风筝。而准备飞去南方过冬的大雁，飞入云层的样子让大雄两人也动了心。一个100米冲刺，直插入云，飞出云层的一刻，又恰巧遇到上升气流。大雄玩的完全忘记了寻找风筝之事，蓝胖子倒是运气爆棚，云层遇到鬼，差点把自己吓到原地爆炸。要怪只能怪小夫对风筝的品味太高端，蓝胖子是越看越怕。这时静香三人也飘来了，小夫拿回了风筝，还不忘让蓝胖子评价下他的品味。蓝胖子只好真心实意地表示真不错。云上之旅来之不易，小伙伴们决定玩个痛快。此时的胖虎刚从自己的铁拳下解脱，就发现了手中奇怪的药丸。此时的众人玩得正嗨，毕竟空中放风筝也不是谁都能体验的。岂料一阵妖风拂过，直接把1米高的大高个吹出上百米。众人只好改玩捉迷藏，可捉迷藏藏相同地点，那就等于一抓抓俩。大雄只好在静香数完数前尽力藏好。蓝胖子屁股太大，直接原地自爆，换成捉鬼游戏。可大雄不会游云，不抓他还抓谁？大雄成了抓人的鬼，可人还没抓到，就被意外杀出的胖虎抓到。大胖虎此行并非寻仇，而要跟大家比高高。蓝胖子一声令下，众人纷纷信仰之跃。胖虎虽然凭借惯性首当其冲，却分分钟被人超越。要怪只怪胖虎太胖，阻力太大。说他胖可以，但却不能输掉比赛。胖虎一口气干了1盒药丸，但下一秒胖虎更胖了，仅仅靠着一个屁就撞翻了一群小学生。这时路过一架大飞机，胖虎受好胜心驱使，要来场追飞机比赛，却忽视了这样做的危险。发动机一口陈年老痰，胖虎就成了孙行者，一个跟头10万8千里。而同一时间，电视上播放了捕捉到外星人的画面。那么胖虎领盒饭了吗？当然没有，直到气体放完前，他都得 cos 个风筝了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是大雄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。为了不让静香过上食不果腹的流浪生活，他不仅将静香托付给别的男人，还用讨厌药水浇灌全身，让自己成为被所有人厌恶的败类。可即便亲人与室友都离他而去，但有一人却始终陪伴在他身侧。这天老师说了很没师德的话，把大雄说成了社会毒瘤，是一辈子只会连累亲人的深渊扼杀。即便小多拉认为这是严师出高徒，可大雄还是萌生了后悔今生的决定，那就是跟静香分手。即便现在的自己或许还没有跟静香真正开始过，即便自己爱静香可以舍弃生命，可他能给静香的只有风餐露宿，就连爱的结晶或许都会成为生活的累赘。也许他一生都不能给予爱人幸福。为了不让不幸的未来变为现实，大雄决定给静香自由，并为了把不见面做到极致，他找到老妈商量起了搬家。老妈直接重拳出击，把大雄锤出了门外。既然老妈不给力，大雄决定由自己来弥补缺口。他将与静香的交流日记全部塞入包裹，并将它们全部送还到了静香家中。临走前，他让丈母娘转告静香，希望她忘了自己。听到这项遗言的留言后，静香不顾一切冲出家门。她不明白大雄为何要如此残忍，她远远喊住大雄，可大雄却让她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可女人是很神奇的生物，她们的生命中只存在甩别人或者前男友必须死。为了让静香彻底讨厌上自己，大雄伸出自己的咸猪手，紧闭双眼，拉起了那道不能免费看的底线。这一举动吓哭了静香，同时也凉了静香的心。看着静香远去的背影，大雄的悲伤久久不能平复。他决定尽己所能为静香铺路，于是主动找到出木山，哭泣着让他承诺会给予静香最幸福的未来。可他忘了出木山是个正人君子，一转眼就将这个嘱托告知了静香。回想起今天奇怪的大雄，以及听到虎父二人说大雄没有活着的希望的话，静香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。他用自己最快的速度想要阻止大雄做出傻事。不知被误会的大雄正在摸鱼，就看到静香前来的身影，不知所措的他吓到在房间中原地蹦迪。小多拉只好拿出讨厌药水，只需一滴就能成为人人喊打的不待见之人。岂料大雄直接干了一瓶，吓得小多拉整个喵都惊呆了。只见大雄周身散发出紫气，就让待在身旁的小多拉有了反胃的感觉，甚至连待在楼下的老妈也受到波及，直接冲出了家门。静香原本也受到波及，不敢进门，可没想到大雄用量过度，中毒过深，竟自己给自己毒倒了。他的呼救声被静香听到，即便知道去了楼上可能失去生命，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楼梯。大雄在临死前呼唤着静香，更是给了静香前进的理由。静香用自己单薄的身体扶起大雄，来到浴室为他冲洗掉了所有讨厌药水。他哭着对大雄说，被老师批评并不可怕，
可怕的是不能认识到错误，放弃努力。虽然静香很生气，但大雄也感受到了不放弃的爱意，而他跟静香的故事也从此刻才真正开始。